老婆，自从你怀孕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……老公，我去看看乖宝，你自己先睡。从小就怕狗的妻子，13个月前突然收养了一只巨型贵宾，叫它乖宝，每天和它同吃同睡，再也没有和我同床过。老婆，你回来了。老公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养狗吗？我们收养它怎么样？你不是从小就害怕狗吗？怎么突然想养狗了？你摸摸看，我怀孕了。等以后我们结婚，有狗狗作伴，我们一家多热闹啊！你喜欢就好。可是他去看狗，为什么要化妆？轻一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你在干嘛？老公，你怎么突然进来了？你都吓到凯撒了。老婆，囡囡要喂奶了，你来帮帮我吧。老公，我现在有点不舒服，你去给囡囡冲点奶粉吧。哎呀，走嘛，你先去，老公。乖宝，多喝点，多喝点才能长大。自从有了这只狗，成为性情大变。慢一点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轻一点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。老公，今天是我们结婚1周年，爸爸的好多商业伙伴都过来了，你要好好表现哦。好。我们家云云呢，从小就怕狗，自从养了凯撒之后呢，就不怕了。没想到我们家囡囡呢，也喜欢泰迪，是不是啊？是吗？原来我女儿也喜欢狗。各位，今天是我和我老婆结婚1周年纪念日，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我要和我的妻子程云离婚。离婚？怎么可能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和你离婚。这么远，老公，不知道是有什么事吗？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别闹了好不好？你不是要跟狗过一辈子吗？我成全你。跟狗？你因为一只狗要跟我离婚，你在吃狗的醋。囡囡还没有出哺乳期呢，你居然以这样的理由要离婚，我不同意。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字了，有什么话跟我的律师说。姐夫，你和我姐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怎么可能因为一条狗就离婚呢？再说了，我姐当初生囡囡的时候，本来就是9死1生，之后又产后抑郁，为了不打扰你和你分房睡，她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怎么忍心跟她离婚呢？是啊，林默，一条狗而已，云云产后抑郁，这养条狗嘛，也可以放松一下心情。你作为丈夫，你应该多包容她，而不是因为这种小事情跟她闹别扭啊。是啊，对，就是因为一条狗，我要跟他离婚。男不养猫，女不养狗，他居然养了一条公狗。男不养猫，女不养狗，他居然养了一条公狗。这种
这也叫理由？哎，林默也太奇怪了，他老婆只是养了一条公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老婆养了个男人呢。林默，你当初跟我姐结婚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你说要一辈子对她好，不辜负她。是谁在我姐想吃城北生煎的时候，凌晨4点就去排队买？又是谁在我姐难产的时候，跪在产房外面求医生保全她？我姐还没出哺乳期呢，你就露出你的真面目了？你还是人吗？你不结婚，却这么关心你姐的事情，怎么？难不成你想娶她呀？真的假的？放屁！为了替我姐感到不值。小丽，小心！小林，你没事吧？没有事啊，他们管他弟弟，不管他老婆，不给他老婆发现。老公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不想让你把事情弄得那么难看。你要是有气，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可是你怎么能说出那么难听的话来污蔑小林呢？多让人看笑话呀！是啊，李默，没必要因为一条狗闹成这样子吧？姐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现在就是对所有的异性都有偏见。先是那条狗，然后是我。好，我走，我出国，我不在这儿太眼行了吧？小林，你少说2句吧你。李默啊，云云产后抑郁，情绪不太稳定，有什么话呢？你私下里跟妈说，现在就不要刺激她了。老公，自从我们结婚以来，我事事都依着你，顺着你。可能是因为我产后心情不太好，忽略了你个孩子，这些我都改。对着多好。爸还说了，今年打算把公司全部交给你管理，我们不离婚了，好不好？演完了吗？演完了就赶紧把离婚协议签了。林默，你是不是因为我生完孩子身材走形了，你嫌弃我，所以你找了更年轻的？你是不是因为我生完孩子身材走形了，你嫌弃我，所以你找了更年轻的？是又怎么样？出轨！小丽前几天跟我说，你跟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起，我真傻，我以为那是假的。你不也找了吗？一条狗。林默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先是软饭男，还要出轨，你现在还要管我姐养不养狗？养狗怎么了？养狗都比养你强。林默，你打人干什么？小丽说的有错吗？等我们离婚了，你跟那只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叫她老公都无所谓，反正你都给她喂过奶。林默，你混蛋！我那不是因为前几天感冒了，奶不敢喂给囡囡，挤出来怕浪费，才给孩子吃了几天。你就这么记恨我吗？好，我喂，我现在就喂。小林，住手！够了，别闹了！你现在把离婚协议签了，还能给自己留点体面。李默，当年是我们程家资助你才完成学业的，我们程家不仅不嫌弃你是个孤儿，还将云云下嫁给你。你这么做，你还是人吗你？是啊，你老婆对你多好，只不过就是养一条狗，为了这点小事闹离婚，犯得着吗？你知道多少人做梦都想坐在你这个位置吗？你要现在离开程家，可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林默，要不是云云当年在我书房外面跪了1天1夜，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她嫁给你。现在可倒好，连我女儿养条狗都要看你的脸色，天底下没有这个道理。我说了，离婚，程云净身出户，没得商量。滚！离就离，随后我的律师团会找你，要净身出户的是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林默，老爷子都动真格了，这事你本来就不占理，再不服软，你可真就什么都没了。好，法庭见。这个婚，我离定了。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没事吧？他们怎么把你伤成这样？我没事儿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找了我做私家侦探的朋友，一旦这件事是真的，一定能成为爆炸性的新闻。辛苦你了。他们还想让我净身出户，不可能。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楠楠乖，老公，你回来了。凯撒，我已经送走了。楠楠的奶也喂了，菜也做好了。自从结婚后，他便很少为我下厨，哪怕我生病时想吃一碗他做的面，我们不闹了，他都推脱让我去点外卖。今天就做这么丰盛一桌，来挽回我。你留给凯撒吃吧，我是回来收拾东西的。林默，你就不能把昨天的事忘了？我们好好过日子不好吗？我都跟你说了，狗送走了，奶也喂了，饭我也做了，我这样低三下四的求你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我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要你净身出户。楠，老公快到120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林默，你为什么还在吃一只狗的飞醋？楠楠都要死了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我妈的遗物也没有必要留给这对母女。林默，你好狠的心！楠楠都要死了，你还把她的长命锁给抢走了。你们是死是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是死是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林默，你连你的亲生女儿都不管，你还是人吗？喂，赶紧叫救护车！林默，我姐当初和你结婚，和家里闹翻了，遭了多少罪？现在你连你的亲生女儿都没放过，你就是披着人皮的狼！我宁愿从来没娶过她，这个女儿也胎死腹中。好，离婚，我现在就离。但是我要让你净身出户，我要你把程家这些年给你花的钱全部连本带利的全都吐出来。好，那我也主张我的诉求，我不仅要你净身出户，还要赔偿我精神损失费1个亿。就是他，为了只狗和程云提离婚，天下没有比他更蠢的人了。养条狗而已，又没有出轨。哎，不过听说他非要离婚，不会是看上人家财产了吧？想钱想疯了这是。我看呐，他早就出轨了，就等着离婚好捞一笔，趁机跟他那姘头双宿双飞呢。你到底还要忍到什么时候？舆论一边倒，再这样下去，官司还没打，你就身败名裂了。把真相说出来吧。不急，3天后就是我和程云对簿公堂的日子，到时候你做我的律师出席。等那天，我要把他和他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，让他永世无法翻身。林默、程云离婚一案现在开庭，请原告与被告进行案件陈述。审判长，因被告婚内出轨，我方申请被告净身出户，并赔偿我方精神损失。林默，你混蛋！我没有婚内出轨。林默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姐怎么可能会出轨？就因为我姐养了一条狗，你就用这种烂招来逼她离婚？审判长，我女儿自结婚起就相夫教子，安分守己，
甚至把我的产业都交给了林默。可林默呢，他却忘恩负义，甚至以养狗为借口提出离婚，意图分割我的家产。肃静！原告林默，你以养狗为由主张离婚，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，上述指控无法成立。我有证据，证明我妻子出轨了一条狗。出轨一条狗？他在说什么胡话？爱狗人士抱着狗睡觉很正常吧？这不算破坏婚姻吧？林默，你听见了吗？出轨了一条狗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可笑的理由？今天你一定会败诉，而你也会像一个丧家之犬一样失去一切。林默，你我夫妻多年，就算你罔顾我们女儿的性命，污蔑我出轨，我还是希望你不要一错再错，回头是岸吧。林默，你现在撤诉，并跪下给我女儿儿子道歉，并保证以后不再干涉我女儿养狗的事儿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是吗？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不稀罕。审判长，我方坚持被告存在严重过错，被告需净身出户。原告林默，你以养狗为由主张离婚，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，上述指控无法成立。林默，你非要闹到底不可吗？我看在我们夫妻一场，给你留一些颜面，可是现在没必要。审判长，这是林默在婚内跟他代理律师暧昧的照片，我要控告林默婚内出轨，跟其他异性存在不正当关系。我就说这林默看着不像什么好人，他那代理律师也看着一副狐媚样。这对狗男女想诬告成家，分人家家产，好双宿双飞。肃静！被告现在提供了原告与其他异性的亲密照片，依据现有证据，本庭判定原告为过错方，应承担过错的所有责任，被判净身出户。原告，你们是否能够提供被告出轨的证据，以证清白？既然原告方无法提供证据，那么现在本庭裁定。等等，审判长，我有充足的证据，证明程云婚内出轨了一条狗。我有充足的证据，证明程云婚内出轨了一条狗。林默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出轨已经证据确凿，还要当庭污蔑我姐出轨一条狗？林默，你闭嘴！我不允许你污蔑我女儿。照片只是借位拍摄，无法证明我与当事人存在不正当关系。但审判长，我方申请播放视频证据，此证据可足以证明被告人婚内出轨。你肃静，同意请求。我方申请播放第一个视频。我操，这什么癖好？程云竟然和狗……这是在和狗亲热吗？这也太猎奇了！别放了，别放了！这根本不算是证据。林默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拿这种视频来羞辱我姐，你为了分财产还真是不择手段。你知不知道偷拍视频是违法的？你这样，你让我女儿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呢？你们急什么？这才是第一个视频。审判长，我申请播放第二个视频。林默，你还要放视频？你信不信我揍你？肃静，请保持法庭秩序。我播放证据，你急什么？还是说，你想替你姐隐瞒些什么？或者，你就是那条狗？你才是狗！林默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偷拍已经属于违法，根本算不得证据。那你姐刚才的表现，你怎么解释？林默，你少在这胡说八道。本来我想着家丑不可外扬，看来我今天必须得说了，这一切都是你逼的。审判长，这是林默一直以来服用的壮阳药，他能力不行，一直靠着吃药才让我姐怀了孕。我姐有了孩子之后，
他连装都懒得装，和我姐根本没有夫妻生活，导致我姐产后抑郁，所以这才……如果是夫妻生活不协调，那也说得通了。不过这一只狗也算不上出轨吧？毕竟产后抑郁还是需要人陪伴的，养只狗陪伴自己也无可厚非啊。林默，你不仅不体恤你的女人，还要当众放这种视频来羞辱她，你真的没有一点人味。这男人不行，还怪老婆找条狗，老婆没有找别的男人呀，就够给他面子了。对，我能力不行，倒是那条狗还挺有能力的。林默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审判长，偷拍已经属于违法行为，你快把他给抓起来啊！审判长，这白眼狼不仅婚内出轨，还偷拍我女儿的隐私视频，求您判他重罪。这种人就应该被抓去坐牢。偷拍，那个监控是程云亲自装上去的，根本不算偷拍。当时他装这个监控，就是为了照顾他那条有能力的狗。云云，他说是你装的，是不是真的？妈，是我装的，可不是为了那条狗，我也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女儿啊。对，我女儿呢最是乖巧懂事，根本不可能出轨。就算视频不是偷拍的，那也做不得数。就是一条狗能说明什么？快把这渣男抓起来！抓起来！把他抓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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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看，这只狗在干什么？死鬼，刚才人家好舒服啊。这狗居然会抽烟，这动作也太像人了吧？这他说他很舒服，什么意思啊？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？难道林默说的是真的？程允出轨了啊？出轨的就是那条狗。云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那条狗真的是人假扮的？妈，不是的，凯撒就是只普通的狗。在座的各位都看清楚了，这条狗里的确是藏了一个人，对方当事人还请你如实供述。闺女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快说啊！没错，我姐心地那么善良，她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？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，而且这个是属于我姐的个人隐私，也请大家不要再逼问她了。误会？这里是法庭，程云出轨的事实就摆在眼前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审判长，我给的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出轨的事实，我坚持要求程云净身出户。不，我没有出轨，狗里也没有藏人。李默，我们夫妻多年，你就一定要这样当着大家的面羞辱我，让我难堪吗？没有藏人，那天晚上我听到的声音是什么？我老婆刚出月子，出差帮我改到下周，订下周的航班吧。好的，林总。乖宝，来喝奶了。哎呀，不是那里了。人家是你的小宝贝儿，想喝点新鲜的吗？你真是我的小祖宗。好，我满足你。老公，你不是出差了吗？你刚出月子，我想留下来照顾你。对了，老婆，刚刚你房间里是什么声音？啊，这么晚了，我都要睡了，哪来的声音啊？那可能是我听错了吧。老婆，既然你都醒了，那我们……老公，我还要哄丹丹呢，改天吧。好吧。你房间里有人？你房间里有人？老公，
这么晚了，只有我跟囡囡，哪有什么人啊？不对，这屋里肯定有人。这只狗，凯撒怎么了？他的眼神怎么那么像人？凯撒就是只狗，怎么可能像人啊？是吗？可是我刚刚好像听见他在说话。林默，大半夜的，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把囡囡哄睡着有多么不容易？你不体贴我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能说我屋里藏人呢？对不起，老婆，我不是故意要吵醒囡囡的，刚刚真的是我听错了。狗怎么可能会说话？这是成精了吧？以我看呢，那狗里面就是藏了个人。亏我还相信你的鬼话，还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。我还对你满怀愧疚，拼命工作照顾囡囡，为了补偿你，没想到现在想想，应该正如大家所说的那样，那只狗里的的确确藏了一个人。老公，你一定是听错了，狗怎么可能会说话呢？狗确实不会说话，但狗里面藏了什么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这狗里面真的能藏人吗？这也太邪门了吧！我看过类似的电影，有变态藏到按摩椅和玩偶熊里装神弄鬼，其实就是借机揩油，到后面弄得丈夫误会了妻子。肃静，程云女士，请你如实告知那条狗里面究竟藏了什么。法官大人，审判长，狗里面怎么可能藏人呢？这分明就是林默在胡说八道。他们不断的给我姐姐泼脏水，有错的明明是他和这个小三。到底是泼脏水还是求锤得锤？审判长问什么你就说什么。到底是你们不想说，还是你们心虚了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狐狸精，就是你和林默串通一气，不断的诬陷我姐姐。这里是法庭，被告家属请注意你的言辞。程云女士，原告出示的证据对你十分不利，如果你不能如实告知的话，那么本庭将支持原告的控诉，判你净身处。审判长，请您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出轨，狗里也没有藏人啊！看来你还是不死心，那你就别怪我了。审判长，我这里还有份新的证据。程云，既然你说你没有出轨那条狗，那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？程云，既然你说你没有出轨那条狗，那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？这是什么？他居然跟一只狗拍婚纱照，这也太炸裂了吧！不是的，不是那样的。凯撒也是我们的毛孩子，拍张全家福也没有错吧？各位，你们谁见过穿着婚纱照跟狗拍全家福的？程云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把大家当傻子吗？林默，一张照片而已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而且，你怎么能够偷我姐姐的东西呢？还把她公之于众？偷？在新婚夜的婚房里放着跟狗的婚纱照，要偷也是他程云在偷。老婆，老婆！新婚夜可要把老婆看紧了，别等会儿睡着了，让闹洞房的捷足先登。死鬼，还手拿。这男人可真能忍，绿帽子挂床头。林默，一定是时间久了，你不记得了。凯撒就是只普通的狗，里面根本不可能藏人啊！林默，我姐为你付出这么多，就因为一张照片，你就觉得她跟狗有一腿？怎么，你这么想和我姐离婚，就是为了和这个小三在一起吧？一张照片，新婚夜的婚房里挂着跟狗的照片。程云，
你说你没有出轨，谁信啊？我没有出轨，我真的没有。林默，你不准再给我姐姐泼脏水。就算一条狗会抽烟、会站立又怎么样？就这样被你捕风捉影的认为和你的女人有一腿，你怕不是忘了，凯撒可是一条赛级犬，他能够站立，完全是由我姐姐自己训练出来的。哦，原来是只赛级犬。那林默知道为什么不说呀？确实有些动物天赋异禀。我看过一个博主晒他的猫，那猫能认胡萝卜和抽纸巾。依我看呐，林默就是吃那只狗的醋，怪他的妻子给他的时间太少。林默，我知道，作为妻子，我没有尽到我本应该做的本分，我愿意将我一半财产分割给你，但是我没有出轨，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林默，我女儿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要是拿不出证据证明她出轨，你就跪下给她认错。原告提供的证据确实太过片面，一张照片无法证明被告出轨，也无法证明狗里面藏了人。原告，请问你们还有其他证据吗？我当然有其他证据。审判长，请你把2号证物的标签撕下来再看一遍。林默，这是你不行的时候用的壮阳药，你自己还有脸说这个吗？审判长，请你仔细看清楚这个标签上的名字。程云，你要是没出轨，为什么要给一条狗吃壮阳药？给狗吃壮阳药？没想到程云看起来冰清玉洁的，其实私下里那么骚。住嘴！你们都给我住嘴！不是这样的，你们误会我了，我就是一个传统的女人。我女儿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。传统女人，好，那这位传统女人，请你说说，我们俩结婚1年以来，你一直借着怀孕拒绝和我同房，背地里却给狗买壮阳药，这是为什么？我的妻子在1个月内需要买2瓶伟哥，光是润滑精油消费就达10万。试问，什么样的传统女人有这么大的需求？1个月2瓶儿，这也太恐怖了吧！云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说啊！妈，那个药其实不是给凯撒吃的，是给……妈，我承认那个药不是给凯撒吃的，是给我吃的。我刚怀孕那阵，情绪不太好，我不想让林默担心，我就偷偷的把抗抑郁的药放进了那个瓶子里。林默，你根本不配我姐对你这么好，你这个人渣！这个人不敢哼，程云，你还真是巧舌如簧，死人都能被你说活了。这都是被告人的一面之词，还请大家看接下来的监控证据。乖宝，该干活了。这到底是干活还是干人呢？兄弟们，擦亮眼睛，以后别娶养狗的媳妇了，要不然你去上班被狗偷家了。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人家养狗的人那么多，也就这个女人这么猎奇而已。肃静！被告，对于你在于婚姻当中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，还请你做出合理解释。法官大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出轨，狗里也没有藏人。林默，你这个贱人！就算我姐把壮阳药喂给凯撒又怎么样？我家的东西，就算是喂给狗，也绝对不会喂给你这个软蛋男。被告家属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审判长，他们刚才放的这些监控，除了不断羞辱我姐姐的人格之外，还能干什么？就算是我姐姐给凯撒喂了药，就能断定我姐姐出轨了。凯撒吃了药，精力旺盛，能够帮我姐姐照顾丹丹，还能够转着圈的逗我姐姐开心。那我请问林默，你又能做什么？审判长，我承认我喂凯撒吃药是我的不对，但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也真的没出轨。看来林太太是不愿意坦白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你的那只宝贝狗我已经带到法庭上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去过我的房间？什么时候？就在开庭前。那套婚房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我进去也没什么问题吧？审判长，我方要求将那条狗当作证据呈上来。
同意请求。林默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揪着凯撒不放呢？它不过就是一只普通的贵宾犬，它里面根本就没有藏人啊！我姐和你结婚这么多年，试问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现在你说狗里面藏人就藏人了，你现在就算把凯撒带到法庭上来，它又有什么作用？哪来的狗叫啊？哦，是你啊！我说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待会儿那只狗被带上来，一切就都真相大白。你们不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吗？正好，大家也都想知道那只狗里藏的到底是谁。是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林默，等会儿那条狗带上来，你今天要是没有新的证据，你对我女儿造成的所有伤害，我定当让你加倍奉还。没错，我女儿的清白之身不是你可以随意污蔑的。被告家属还请保持安静，请将物证呈上。审判长，这就是在被告房间里发现的证物——贵宾犬，请开始检查物证。不能检查，不能检查。为什么不能检查？审判长，物证毕竟是由他们提供的，路上谁也不知道有没有掉包。这条狗是我亲自过去带回来的，而且全程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，不存在掉包的可能。那谁知道呢？这个白眼狼一直都在污蔑我的女儿，说不定他早就谋划这件事儿了。对啊，他要是提前把凯撒给调包了，还在里面放了陷害我女儿的证据，那我女儿的一辈子不是都被他给毁了吗？结婚当天，程云就把我们的婚房留给了凯撒，并且把钥匙拿走，不准我进去。我哪有机会调包？你没有钥匙，那凯撒是怎么出去的？砸门啊！你怎么能砸门呢？那可是我们给云云的婚房。我和程云还没有离婚，在婚姻存续期间，那是我们夫妻共同的住所。而且我进去的时候，法警同志全程在场，并且有录音录像。有没有调包，你们可以随时调查。我们的取证过程合法合规，录像就在我身上，你们可以随时检查。既然取证过程没有问题，那么请开始检查证物。不行！大家快看，这条狗背后有好长一条缝合线。就是，这狗不会真是人假扮的吧？没事吧？这都出血了。审判长，这不是我的血，是这条贵宾的，它的缝合线连着血肉，里面确实没有办法藏人。没办法藏人？怎么可能？审判长，我方要求进行第二次物证检查。审判长，这狗里面根本不可能藏人。再说，凯撒也是一条小生命，拆开缝合线，这也太残忍了吧！我不同意二次检查。就是，要是里边没有藏人，这直接拆开岂不皮肉分离了？可是如果没有藏人的话，为什么他的背上会有这么长的一条缝合线？对啊，审判长，里面肯定藏人了。我申请以扫描的方式进行二次检查。林默，你有完没完？进行第二次检查。报告审判长，检查完毕。这只是一条普通的狗，里面确实没有办法藏人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林默，你彻底死心吧。我姐没有和一条狗出轨，你也别想再栽赃陷害我姐。凯撒这道伤疤是为了保护我造成的。那天晚上家里进了贼，我害怕极了，给你打电话，可是你在忙工作，你没接我电话。凯撒为了保护我，被歹徒捅了好几刀。云云，这件事你怎么不跟爸爸妈妈说呢？我就是怕你们担心，怕林默工作分心影响事业，可没想到林默居然误会我狗里有人。林默，证据确凿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程云，你宁愿给这条狗喂奶，也不愿意管自己的女儿，而且你从早到晚都抱着这条狗，比跟自己女儿的时间都长，它怎么可能没有藏人？我姐给凯撒喂奶，
是因为凯撒刚手术完，身体虚弱，医生的建议是喂母乳，能够加快伤势的恢复。这是知恩图报，我不知道哪里做错了。就是不为凯撒，难道要为你这个白眼狼？比起凯撒的护主心切，你林默就是一个没有心肝的白眼狼。爸妈，你们别说了，毕竟我跟林默是夫妻，我们是有感情的，我们之间的误会解开就好了。程云真是个好妻子，她这么大度贤良，她老公居然一直污蔑她。老公，你还不肯相信我是清白的吗？不对，从刚才我就感觉这条狗不对劲，你们肯定是把它调包了。程云，我真是想不到，你竟然能提前准备这么多。林默，事已至此，你还要给我姐泼脏水？我姐跟了你5年，钱和青春都给了你，你不能好好爱她就算了，竟然每天还在这疑神疑鬼，你到底还是不是个男人？老公，你还是不肯相信我是清白的吗？程云，就算你们提前用真狗替换了那个奸夫，但是一条狗怎么可能像人一样站起来抽烟，甚至像你弟弟说的打扫家务、照顾孩子？就算你准备的再天衣无缝，也始终会露出破绽。审判长，我要求重新检验这条狗。审判长大人，这个林默一直处心积虑地污蔑我的女儿，他无非就是靠我程家发达了，现在想把我女儿踹了。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必须要严惩。林默，你跟这个郑飘飘勾搭成奸，还伪造视频给我女儿身上泼脏水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妈，你们别说了，林默，是不是我让凯撒做出视频里那些动作，你就肯相信我是清白的？对，你敢吗？程云女士，既然你主张这条狗就是你的凯撒，那么请让他做出和视频当中相同的动作，自证清白。好，我现在就证明我的清白。凯撒，过来，来啊！这狗怎么没动？米老鼠，真棒，胡萝卜，真棒！天啊，这狗居然能认识胡萝卜和米老鼠！握手。我天，这也太神了吧！怪不得它能站立和抽烟呢。对，正如大家所见，凯撒是只赛级犬，那些看似高难度的动作，他都能轻松完成。这不可能，这根本不可能！不可能，这根本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林默，有些事情本来就不是你这个倒插门凤凰男能理解的。程云，明明是你背叛我，是你欺骗我，是你欺骗了大家。我没有。你敢发誓吗？好，我是撒谎了。他骗我吗？这是结婚1个月前你的体检报告，医生告诉我你得了肿瘤，虽然不是能让你致死的，但却能让你产生幻觉，所以你一直以为我因为一只狗背叛了你。原来林默得了脑瘤，所以程云面对林默控诉他出轨，才一直没有说实话。老公，我求你不要离开我，我好怕。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？这程云也太可怜了，他明明在帮林默保守秘密，反而被诬陷出轨。我怎么没有这么善良贤惠的老婆呢？我当初怎么鬼迷心窍，认了做我的女婿？根据检测报告，原告林默的脑中确实有一颗0.3乘以0.8厘米的恶性肿瘤。审判长，这份报告是伪造的，他们诬陷我。肃静，请全体起立。根据现有证据，现本庭宣判。审判长，程云出轨了。林默，林默！李先生脑部的瘤暂时还没有扩散的迹象，请放心。辛苦了，医生。
老公，你终于醒了。老公，你还生我的气吗？之前都是误会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对不起，老婆，之前都是我误会你了。老公，你终于肯相信我。医生说这是抑制你脑部肿瘤细胞生产的药，你一定要按时吃，我会监督你的。飘飘人呢？我把他撵走了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在乎他？算了，只要是你开心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老公，你一定要注意身体，赶紧把药吃了。老公，我还要去照顾囡囡，你好好休息啊。程云，你到底为什么不肯离婚？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想做什么。讨厌，撒手。宝贝，现在来帮我解开这层皮吧，我想堂堂正正跟你在一起。现在吗？就现在。啊！不行，我总觉得林默最近的态度有哪里不对。怕什么？林默那个小白脸，就算现在看到我骑在你身上，也只会以为是他的脑瘤发作，产生了幻觉。不得不说，小宝贝，你演的真是太好了，连我都快被你的演技骗过去了。林默看着老实，实则还有些头脑。如果要让他知道他没得脑瘤，是被我们下了致幻药，我相信他会比现在更难控制。哎呀，讨厌啊！宝贝，你这么夸他，不怕我吃醋吗？他跟你有什么好比的？要不是因为他现在还有利用价值，我早就弄死他了。也是，他林默再聪明，你还不是更喜欢伺候我？是不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偷更刺激了？讨厌！原来我头疼欲裂是吃了程云偷偷给我下的药导致的。程云，我倒要看看你不敢跟我离婚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喜欢刺激是吧？那我跟你来点更刺激的。狗东西，你给我从床上滚下来！林默，你干什么？你没看到我在跟王助理打视频电话吗？你生病了不能工作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耽误我呢？林总好。老公，你是不是又出现幻觉？又以为我跟凯撒绿了你？对不起，老婆，我好像又出幻觉了。老公，药要按时吃，千万不能停。我公司要去处理点事情，你乖乖的，乖宝，跟姐姐一起去公司了。哎，老婆，这公司的事儿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要不我帮你照顾凯撒吧？那就不用了吧，老公。凯撒是我一手带过来，别人照顾我还不太习惯呢。都怪我没用，现在得了脑瘤，公司的事儿帮不上，连家里也什么都做不了，我真没用。老公，不是啊。云总，史密斯先生对咱们提供的方案不满意，坚持要见你本人。老公，我要去趟公司，什么事儿我们回来再说啊。老婆，你是不是嫌弃我要和我离婚啊？老公，不是的，你想多了，吃了点致幻药而已，她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？早知道加点药，把她药晕死过去。我知道，现在的我配不上你，就是个累赘。我这就找人预约明天下午民政局的时间，我们去办离婚手续。云总，史密斯先生前往西国的飞机还有半小时就要起飞了。别，老公，那你就简单的溜一下吧，我很快就会赶回来。
主人瞎叫什么？现在就让我揭开你狗皮下的真面目！竟然锁住了，程云，你还真是心机深沉。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吗？走，快跑！跑！还赛级犬呢，围着小区跑10圈就不行了。唉，不过我也有点累了。林默，你个狗！哎，小林啊，你怎么让狗拉这么多的快递呀？这狗都快累得不行了。陈姐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家这可是赛级犬，能站立，能抽烟，还能带孩子呢。拉点快递算什么？我看它怎么都出汗了。哎呀，不可能，你看错了吧？这狗跟人又不一样，怎么可能出汗？要不你仔细看看。程云，既然你让我揭不开这层皮，那他就把狗皮给我套牢了。哎，博主，你看我们家这狗怎么在这一动都不动的？凑近点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快点，你快点找个盆，现在马上，立刻接水、接马，立刻放地上。这不就行了？下次让你家狗少跑点儿，把狗累够呛。不是啊，这可是我老婆养的赛级犬，这才跑了10圈就不行了。喂，林默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我也不让我进你们小区。放心，我没事儿。脑瘤的事儿还用不用我再找个医生给你看看？不用，是程云，他给我下了致幻药。这个陈云也太恶毒了。现在社会上的舆论对我们来说很不利，好点的说你是得了脑瘤致幻，所以才误解了陈云；这不好听的说你明知道自己得了脑瘤，还想在死前做个风流鬼。反正你要是跟陈云离了婚，那你就是个品德败坏的大渣男。我们现在必须得找到实质性的证据，不然下周的终审会对我们很不利。用不了1周。对了，现在帮我预约一下附近宠物医院的绝育手术。啊？名字凯撒，性别不，确定是要给他做绝育手术是吗？对的，医生。哎，不过我听说这有的公狗阉割手术做的不干净，还要做2次手术的。麻烦您做的干净一点，别让我家凯撒受罪啊！放心，我们是专业的。不行，要是我再不开口说话的话，真要被当成一条狗绝育了。哎，我不是，是实在说话。哎，医生，你听错了，是狗太紧张了，乱叫呢。小家伙，别紧张。公狗都要绝育的。我不要绝育，我要弄死你！陈姐，陈姐，你看到凯撒了吗？还有林默，他们去哪儿了？这就是你让我预约宠物医院的原因？你要把它阉割了泄愤？不是。程云早有准备，他在狗的缝合处上了锁。既然我们没办法揭开奸夫的真面目，那就让他自己留下证据。过不了多久，就会真相大白了。先生，他好像什么？快说啊！毕竟没有哪个正常男人会做这种手术。他好像带凯撒去做绝育手术了。你说什么？既然他这么喜欢做狗，那就让他尝一尝做狗的滋味。绝育手术？住手！谁准你们动凯撒的？不是，你不是这条狗的主人啊！我是狗的主人啊，这是我老婆。林默，我以为你相信了我的清白，你为什么非要苦苦相逼呢？那凯撒就是一只狗，你为什么不肯放过他呢？哎呀，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今天带凯撒出去遛弯，
哎，结果他转头就骑别的母狗。你说这要是在外面随便播种，那对其他狗也不公平啊。林默，我看你是带凯撒做手术是假，是想跟他见面吧？现在面也见了，凯撒我就带走了。林默，你干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针呢？这凯撒会不会有问题啊？这是麻醉剂，不过这么大剂量，恐怕你的这只狗这一周都得缺着。不过没关系，1周过后就会恢复如初，不会影响正常生活的。老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现在可以把凯撒带走了吧？以后你离他远一点。哎，老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哎，对了，程黎呢？以前他不是天天黏着你吗？怎么今天一整天都没看见他人啊？他在忙着处理公司的事儿，一会儿我司机来接我，你先走吧。好。你就这么让陈云把他接走了？接下来只要看程云身边谁是瘸子，谁就是奸夫。云云，林默一个得了脑瘤的废物，他又帮你打理不了公司，也帮你照顾不了囡囡，你留着他还有什么用啊？妈，我跟林默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是不会丢下他的。这么多年，他吃我程家的，穿我程家的，做个凤凰男，竟然还敢出轨！就你们这点感情，有什么舍不得离婚的？爸妈，你们就别管了。我听史密斯先生说，林默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。不简单，我看他就是一个软饭男。昨天陈云身边的王助理一腿瘸的理由请假了，不过今天又正常复工了。我猜，藏在狗里的就是那个助理。难道我猜错了？藏在狗里的是王助理？林总，你不过来吗？不了，我先上去。那句古话怎么说来着？真是懒驴上磨，屎尿多。我程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，养这么个废物。不管藏在狗里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，今天上的都是一个信号。程云，你既然按耐不住想要继续跟奸夫苟且，那你们就好好享受我留给你们的礼物吧。宝贝，难得林默自告奋勇送我爸妈回家，你快出来，把狗皮脱了，我看看你的伤势。为了我，你付出太多了。那你要怎么补偿我？你急什么？他们还没走远呢。怎么了？磨磨唧唧的。爸妈，你们稍等我一下，我好像把车钥匙落在云云屋里了。真是没用，连钥匙都能忘了。真不知道云云不跟你离，留着你干什么用啊？程云不离婚的原因，你们等下就知道了。老婆，你开开门，我钥匙好像落你屋里了。老公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给你送出去啊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女儿，你没事吧？云云，你这怎么没有声音呢？程云啊，程云，这一次我看你们还怎么逃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把我锁住了？怎么可能？我又不是真的狗，是润滑液，润滑液有问题。谁把润滑液混成了502？云云，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别想了。妈，我没事，我就是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我不太方便开门。你们今天自己打车回去吧。你确定真的没问题？
要不要你妈留下来陪你？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我就是不小心扭了一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现在天色不早了，奶奶还要睡觉呢，你们就先回去吧。那好吧，有事记得给我们打电话。爸妈，我怎么觉得云云声音不太对，好像很疼，又在忍着。她该不会像以前一样怕我们担心，摔骨折了都不说吧？我觉得保险起见，还是把门踹开。别踹门，我刚洗完澡，还没穿衣服呢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怕看到的呀？现在情况紧急，你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后悔都来不及啊！踹啊！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让我来！哎，爸，这门结实的很，万一门没踹开，你还伤了，那怎么办啊？是啊，爸，今天我不太方便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还说没事儿，这疼的都叫出声了。踹又不让踹，那你说怎么办？这样，我给物业打电话，他们可以开锁。快！喂，物业公司吗？我这里需要开锁，还需要急救人员。门外怎么没声了？他们是不是走了？一个卧室加什么3个反锁装置？是你们这里打电话说这里有人需要急救啊？对，就是这里。是吧？快点，麻烦你快点。别进来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哎，爸妈，我怎么好像听见有男人的声音？该不会是入室抢劫吧？云云，你别怕，妈马上就进来了啊！师傅，快点呀！搞定。女儿，你没事吧？出去！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女儿，还是上医院先看一下，我们也是担心你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，那就不好了。没有从窗户逃走，这个奸夫一定还藏在房间的某个地方。我都说了，我衣服没换好，你们还带人贸然闯入，况且还有这么多外人。我们这也是关心你啊，而且我们刚才听到你好像很难受的样子。妈，我没事儿，就是脚扭了一下。还好及时拔出来了。林木，你不顾我阻拦，强行带人开门，你是不是怀疑我出轨，想车建在现场？我今天一整天都跟你待在一起，而且卧室房门随便你出入，你怎么就能不信我呢？好你个林默，你明明知道云云没事儿，故意引我们过来捉奸的，对吗？我以为你这次是真的对云云好，没想到你还是屡教不改。我们程家到底是哪里对不起你了，让你一盆一盆的把脏水往我女儿身上泼呢？我和程云是夫妻，这间房子也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我有权利自由进出。云云，赶紧跟这个白眼狼离婚，让他净身出户，滚蛋！程云，我刚才听见这个房子里有男人的声音，你的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吗？老公，你也看见了，这房子就这么大，怎么可能藏人啊？大家都看到了，这房间就云云一个人，她怎么做你才能相信她？我女儿放不下多年的感情，不嫌你脑子有病，没和你离，你哪里来的资格怀疑她呢？原来是他。哎呀，老婆，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，抓到你了，奸夫！老公，你能踩到什么东西啊？
想多了吧？是吗？林默，你要干什么？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该不会床底下真藏人了吧？老公，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我？我就是刚才把脚扭了，我脚好痛啊！我们赶紧上医院吧。这么急着把我支开？哎，老婆，我记得你之前都会在床头柜里放止痛贴的，怎么不见了？不会掉床底下了吧？哎，老公，你止痛贴我用完了，我们还是先上医院吧。先找药。不是医院，你怎么流那么多血了？女儿，咱们抓紧去医院吧。老公，我们先上医院好不好？你不是脚扭了吗？为什么那里会流血？老公，这还不是刚生完囡囡，我没恢复好，刚刚又摔了一跤，所以才……好你个白眼狼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啊？云云给你生了孩子，留下了后遗症，你怎么还怀疑她？林默，我女儿是为谁生孩子变得身体这么虚弱的？哪个女人生孩子不是从鬼门关走一趟的？你怎么心这么狠呢？先生，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矛盾可以之后再说，但是您作为陪同家属，现在需要跟我们去趟医院。老公，好，我陪你去医院。那我们就慢慢玩，3天后就是终审，到时候我会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们的真面目。林默先生，这次终审你还是主张跟您的妻子程媛女士离婚吗？我和我老公已经和好如初了，大家不要担心，我们以后也会好好过日子的。今天林默过来也是为了提交撤诉申请，对吧，老公？真的吗？林默先生，您打算撤销离婚申请，你们不离了吗？我们当然要离。林默，你个白眼狼！我女儿愿意跟着你，你小子别不识好歹。要离也是我女儿跟你离，你有什么资格提离婚？林默先生，你这么积极的提离婚，是因为第三者吗？你打离婚官司还公然带着小三出席，按照夏国法律，出轨可是要净身出户的。我说过，这场官司我一定会赢，我会让程云净身出户。林默，你前几天对我的温柔都是装的，你算计我。咱们俩谁算计谁，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。渣男，出轨小三还让妻子净身出户，心可真黑呀！太渣了。肃静，林默、程云离婚一案终审开始，请各位入座。陈律，怎么了？陈律是我们业内有名的大律师，国外不少知名的团队想挖他都被他拒绝了。一场官司7位数起步，看来这次陈云是留了后手。那就看我和程云谁能笑到最后。林默、程云离婚一案终审，现在开庭。审判长，根据上次庭审结果，林默已经被认定过错方。不过，我方当事人可以不计较原告对他造成的精神伤害，愿意继续维持夫妻关系。请审判长考虑双方感情并未破裂，驳回原告的离婚诉求。审判长，我方认为林先生与陈女士的离婚案已不是本案的重点。本案是双方当事人的离婚案，怎么就不是重点？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证据，陈云女士涉嫌重婚罪。我方认为陈云女士应净身出户，并且申请追加被告人林淑雨。追加诉讼事项剥夺林淑雨小姐的继承权。林默，
你为了离婚都做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奶奶做错了什么能让你这样对她？重婚罪？这程云还跟谁结婚了？夏国法律规定，继承人跟被继承人如果没有血缘关系的话，要不然是无法剥夺继承权的。难道程云的女儿不是他的？肃静。原告，依据法律，继承人除非实施了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，否则只要有血缘关系的话，那么你的女儿就可以继承你的一切财产。审判长，我之所以要求强制剥夺林淑雨的继承权，正是因为我和她没有血缘关系。林默，奶奶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她？我之所以这么说，就是因为林淑雨根本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她的亲生父亲是一条狗。她的亲生父亲是一条狗。反对，这是对我方当事人及其女儿的人格侮辱。原告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审判长，我方当事人并没有侮辱陈云女士，她的女儿的确是一条狗生的。啊，一条狗？这不是开玩笑吧？不可思议！审判长，我方申请带证人入庭。反对，审判长，人怎么可能是一条狗生的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！原告根本就是在愚弄被告，愚弄审判庭。原告，如果你最后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你们的主张，那么你们刚才的言论将被视以藐视法庭和干扰司法公正，本庭将以刑事罪责论处。好的，审判长。同意申请，请证人张燕入庭。云云，这可是你们家保姆，她怎么能替林默作证呢？是啊，云云，她可是你亲自选的，在家照顾娜娜呢，她怎么帮着林默说话呢？肃静，请原告证人发言。我叫张燕，一直在程家别墅里做保姆，有3、4年了。自从太太生了孩子，我就一直帮忙照顾小姐。今天我是来帮林先生做证人的。你这个保姆，年纪轻轻的就吃里扒外，这些年我们家云云没少过你1分钱的工资，还时不时的给你分个红包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程家的吗？不是的，林先生是好人，出轨的人是太太。出轨的人是太太。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这个白眼狼，林默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竟然这么污蔑我女儿！我没有污蔑太太，审判长，我有证据证明出轨的人是太太，而且小姐根本不是林先生的孩子，她的父亲是一条狗。请问证人，你凭什么笃定陈云女士出轨了一条狗，并生下了她的女儿？因为我亲眼看见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那条狗让小姐喊她爸爸。宝宝不哭，叫爸爸。娜娜，乖，叫爸爸。是我听见了，那条狗让小姐喊她爸爸。没有，你这是污蔑，是林默让你这样做的。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对方证人，据我所知，你12岁出来打工，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有局限，很正常。也许你听见的声音只是我当事人在教女儿说话，更有可能凯撒是一只赛级犬，他的一些类人举动超出了你的认知范畴，所以你误解了。不，我没有看错，也没有听错。我确信太太出轨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那条狗里藏了一个人，一个男人。好漂亮呀！宝贝，今天穿的这么好看，是不是要奖励我？正好现在睡着了，不如
什么事情？先生，你是不是认错了？我不是太太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太太，这是误会。你在我的房间穿我的衣服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管家就应该安分守己。这衣服你穿过了，我不要了。记住了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可以到我的房间里来。是。没事，出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今天事儿挺尴尬的，出去不要乱说。是。我以为那个男人是林先生，穿狗皮只是他们夫妻间的一点小情趣，但是后来我才知道，林先生那几天一直在出差，所以狗皮里的男人根本不可能是林先生。所以你也没有看清那个人的长相？没有。那你怎么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因为我看到那个男人手腕上有一条疤，而林先生是没有的。我当时实在是太紧张太害怕了，也是事后才发现，那个人的身高体型根本跟林先生的完全不一样。审判长，对方证人刚刚说的都是一面之词，这更有可能是他出于私欲，在这里故意污蔑我方当事人。没有，我没有。审判长，请看，这是我方刚刚搜集的证据，这是证人张烨偷穿我方当事人衣服的照片，其中还有首饰珠宝，折价不止8位数。所以我方怀疑证人张烨早就对我方当事人心存嫉妒，不惜作伪证，也要破坏别人的幸福。就算是我女儿的一件旧衣服，也值8位数，怪不得你这个乡下保姆眼馋呐。毕竟你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。我女儿平常待你不薄，你这么污蔑她，你这个保姆心真毒。不是这样的，这衣服不是我偷的，是林先生给我的。不打自招。审判长，请看，我们还有补充证据。证人张烨不止偷衣服，他的个人账户上个月多了2笔转账，共计20，而且给他转账的都是林默先生。试问谁家雇主会给员工送昂贵衣服，还送这么一大笔钱？该不会私底下还送温暖？送衣服？不会是品如的衣服吧？还说人家和狗，我看这林默偷人才是真。不是这样的，这衣服真的不是我偷的，是林先生给我的。他说这些衣服已经过季了，夫人不穿丢了可惜才给我穿的。那这2笔大额转账你怎么解释？你还敢说你们没有奸情？小叶，你就是这么当保姆的，趁着女主人生孩子你就去勾搭男主人。你偷我衣服，你还勾引我老公，我没说什么，我让你继续在这工作，可是我跟我的女儿何其无辜，为什么要遭你们泼脏水？你以为攀上林默就可以衣食无忧了？他只不过是我们家的赘婿，离了我成家，这什么也不是。我跟林先生之间清清白白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而且我根本就配不上林先生。林先生也不是那种随意会对女人产生龌龊心思的男人。当年我父亲病重，我走投无路，来到城里打工，在快餐店里给人洗碗。林先生看我可怜，给了我一份工作，让我去别墅里当保姆。这些年我的工资都是林先生给我的，而且那20万是林先生给我父亲治病的钱。大家可以看，这是医院的账单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林先生是好人，他一点都不会嫌弃我，而且他还不让我还这笔钱。相反，太太你处处刁难我，还因为很多小事就殴打女佣。我早就说过了，程云的演技一流，可惜你们都不信。林默，你少在这里添油加醋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林先生照顾我，我又很缺钱，太太早都把我给辞退了。那你为什么要提出离职呢？据我所知，你的父亲因在工地搬砖得了尘肺病，进了 ICU， 每个月光医药费就要达上万块。你离职了，你的父亲怎么办？我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发现了太太的秘密，她已经留不得我了。什么秘密？她要害林先生。你
喷人，口舌无凭，你这是栽赃陷害，你要坐牢的。我是不是栽赃陷害，你心里一清二楚。那天你跟狗说的话，我都听见了。那天我要回老家看望老爸，临出门却发现证件忘带了，所以我又回了别墅一趟。乖宝，只要林默吃了我给他下的药，很快就会精神失常，这不出1个月，他就会彻底疯掉。到时候不管外人怎么查，都会认为他得了脑瘤，这样就没有人能破坏我们了。我们一家3口啊，要在一起一辈子。要不是还需要他打掩护，哪需要他疯了这么简单？谁？回邮家证吗？告诉张爷，以后不用来上工了。那天之后，我就被太太给辞退了，可能是她害怕我发现她的秘密。从那之后，我时时刻刻关注着林先生的动态，害怕他被太太迫害。可是后来我得知林先生得了脑瘤，而且被全网黑，我就知道太太的计谋得逞了。明明是你偷了家里的东西，你还对林默有觊觎之心，我是忍无可忍才辞退你的。你说了什么下药，我根本都不知道。想用这3言2语就把我女儿和外孙女钉在耻辱柱上，这一切根本就是你和林默串通好的，所有的转账记录就是证据。不是的，这个是欠条，这才是证据。我父亲患了重病，是林先生给我的钱，我父亲才能重新醒过来。他说不用还这笔钱，但是我觉得做人不能没有良心，我还是写了欠条的。目前为止，这都是证人张烨他的一面之词，想通过这些来指控我当事人出轨一条狗，狗还是林淑雨的亲生父亲，甚至说我当事人和狗合谋要谋害林默先生，这根本没有实质性证据。谁说没有证据？审判长，我请求提交证物。同意请求。什么证物？这不是上次那只赛级贵宾犬吗？这只看着跟上次有点不一样啊。老公，这条狗上次不是检查过吗？没有问题啊，你怎么又把它给带过来了？对方当事人，这狗算什么证据？上过小学都知道，人和狗有生殖隔离，谁会相信人是狗的孩子？想要证据，我现在就给你们证据。你们不是想知道狗是怎么生出人类的孩子吗？现在我就来给你们揭晓。喜欢刺激是吧？那我就给你们来点更刺激的。今天晚上我不在家，我需要你帮我用胶水粘住一个重要的东西。先生，只要是您吩咐的事情，我一定办。你们不是想知道狗是怎么生出人类的孩子吗？现在我就来给你们揭晓。审判长，我申请对这条狗，还有程云之女林淑雨，进行 DNA 亲子鉴定。什么？反对，审判长，我从业多年，从未见过给一条狗和人做亲子鉴定的。没错，这个林默脑子有病，我们可没时间陪你瞎胡闹。狗跟人有生殖隔离，怎么可能会测出亲子关系？我看就是林默这个凤凰男想拖延时间，没有证据在这胡搅蛮缠。审判长，历史上很多案例都证明，在匪夷所思的事情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还请审判长给予公众知情的权利。同意申请，开始检测。不可以，不要！为什么不可以？程云，你在害怕什么？你不是说人和狗是没有关系的吗？
怎么又是你？我怎么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？这狗真的会说话？这里面不会真的藏人了吧？不愧是赛级犬，居然都能说人话。不过这声音听着有点耳熟啊。程云，你觉得呢？怎么可能？你听错了吧？这是程云和林墨之女林淑雨的血，这是贵宾犬凯撒的血。审判长，鉴定结果将在10分钟后出来。林墨，你不就是想离婚吗？我答应你，我跟你离婚，但是你不要再查了。就当为了楠楠以后着想，我把所有财产都给你，我求求你不要再查了。鉴定结果还没出来，你急什么？不管结果如何，楠楠都会被他们背后议论的。我是楠楠的妈妈，我不允许她被伤害。你要真是个好妈妈，就不该做那些不要脸的事儿。林妈，你敢骂我女儿？她为了楠楠给你面子，我可不会。一会儿检测结果出来，是你污蔑我女儿，我就杀了你。云月，你干嘛求他呢？这人跟狗根本生不出孩子，等结果出来了，就让林墨卷铺盖滚出我们程家。爸妈，你们别说了。云月，你糊涂啊！你的一再退让，只会让这个畜生得寸进尺啊！到底谁是畜生？一会儿就知道。审判长，林淑雨小姐和贵宾犬凯撒的 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。经鉴定，林淑雨小姐和贵宾犬凯撒的 DNA 相似检测度为林淑雨小姐和贵宾犬凯撒的 DNA 相似检测度为99.99%，亲子关系成立。狗跟人竟然能生出孩子！程云真的太能演了，差点把我们都骗了。云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你真的跟这条狗啊？不是，云云，你平时乖巧懂事，怎么会出轨一条狗呢？这还生了个孽障。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审判长，既然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是不是可以证明我和林淑雨之间没有亲子关系？我宣布，原告剥夺被告之女继承权的诉讼成立。被告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不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不可能，这鉴定报告一定是假的，是林墨故意陷害我。程云，亲子鉴定刚才是当着所有人面做的，你是在质疑司法的公正吗？陈律师，你快想办法反驳他。亲子鉴定由法警执行鉴定，根本没有辩驳的空间。陈云女士，你还是如实交代事实吧。程云，准备迎接我的复仇吧。程云，你口口声声说不知道，好，我来替你告诉大家，你究竟是怎么怀上狗的孩子。这什么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不要！林墨，我求求你，别！程离，快看，他的手上真的有闹疤，子房我说的没错。程离不是程云的亲弟弟吗？他们怎么会？这也太乱来了。程离跟程云他们都有孩子了，还嫁给林墨，不会让林墨当接盘侠吧？程云，你一直不肯跟我离婚的原因，就是想让我当你和你弟弟的遮羞布。你个孽障，败坏家风，出轨就算了，你还害人！你对得起林墨吗？是的，如亲，我就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小黎才是我的真爱，大不了我跟林墨离婚，财产分摊一半，我和小黎再结婚，那样我的奶奶就有他亲爸爸了，我们程家还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啊！姐，怎么结呢？他是你的亲弟弟，你疯了吗？他不是我的亲弟弟，我5岁那年，我亲眼看见你们把他收养进门的，我一直都最爱小黎，可是你们呢？有意无意的要拆散我们，还要把他送到国外去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我才出此下策的。爸妈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们就成全我们吧。孽障！所以就要让林墨为你们的真爱买单。就算我出轨了又能怎么样？难道林墨他就干净吗？我不干净，我这些年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一切，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，从来没有背叛过这个家，出轨的人只有你。林墨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
如果你没出轨，那这些都是什么？审判长，我收集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林默跟他的律师之间有着不正当的关系。请呈上证据。林默，没想到吧？我找私家侦探跟了你1个月，这些就是你出轨的铁证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他跟我姐离婚，1毛钱都分不到。怪不得林默跟他的律师眉来眼去的，原来他们早就有一腿了。林默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你不就是想离婚，分我程家的家产吗？然后给这个小三花。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如今有了这些证据。你休想从我程家分走1分钱！几张照片而已。我和我的律师在公众场合，因为工作走得近一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我多看你几眼，拉一下你的手，那我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你胡搅蛮缠也没用，你跟这个狐狸精休想分走我们家1分钱！你还笑？难道你连一点廉耻之心都没有吗？陈云女士，你派私家侦探查了这么久，却只找到几张照片吗？我们其实还可以更亲密一点，比如拥抱一下，你想看吗？吃3当3还这么嚣张，审判长，他们太过分了。审判长，根据大厦法律规定，夫妻关系中，一方与婚外异性发生情感或性关系时，违背夫妻忠实义务为过错方，请审判长驳回原告对我方当事人净身出户的诉求。郑飘飘，你身为律师，知法犯法，殊不知。这个林默是我们家一手扶持起来的凤凰男，离开我程家，他屁都不是。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，还好意思当律师？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你！肃静，请被告方家属注意自己的情绪。林默跟谁出轨都有可能，唯独我，不可能。审判长，这是我跟林默先生的户籍迁出证明，还有 DNA 检测。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妹。亲兄妹，他们是亲兄妹。你们口口声声说我知3当3，可是我跟我哥6年没见了，搂一下胳膊，不犯法吧？不可能，侦探调查过你，你常年旅居国外，而林默只不过是个从县城来的穷光蛋，你不可能是在亲妹妹。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离婚了，我的哥哥照顾久病在床的爸爸。而我跟妈妈去了国外，我们也是最近才联系上的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会？程云，真可惜，让你失望了。不是所有人都会像你一样会肆意践踏别人的感情。原告所说属实，林默先生和郑律师确实是亲生兄妹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可能，林默肯定在说谎，他怎么可能一点问题都没有？证据都摆在你们眼前了。是你们选择视而不见，自欺欺人。就算你没有出轨你的律师，那我也愿意跟你离婚。财产我们1人1半，从此以后互不相干。谁要和你平分家产？林默，你不过就是我们家的一个软饭男，你拥有的一切都是靠着我们程家，难不成你还想要我们程家的所有，让我净身出户？没错，我就是要你净身出户。陈云女士，按照大厦法律，婚内出轨是要净身出户的。而且我方还要追究你涉嫌谋害我方当事人。这是我方当事人在国外权威机构做的颅内 CT， 检查结果表明林默先生脑部并没有肿瘤，而是毒物沉积已久的钙化物。而这些毒物正是陈云女士在赶走张燕女士后，偷偷下在林默先生的饭里的。不，我没有那么做，这一切都是林默的诬陷。妈，爸。经鉴定。原告提交的材料属实。你个孽障，败坏家风，出轨就算了，你还害人！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出轨害人，你对得起我们，对得起林默吗？将程云和程黎带下去，调查清楚他们的犯罪事实。陈律师，您是国内这方面的专家，你就帮帮我们吧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和陈云女士毒杀他人未遂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离婚案件。上升到刑事案件的范畴，就不是靠巧舌如簧能解决的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程黎，怎么办啊？程黎，我不想做了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我们多年感情的份上，原谅我好不好？
姐夫，这一次确实是我们做的太过分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放过我们这一次吧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是知道要坐牢害怕了。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相信你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求求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做个好妻子。我原谅你，好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做更刺激的事情吗？现在够不够刺激啊？林妈，我这双儿女做事确实荒唐。你看你，现在不就没什么事儿吗？即便发生了大事儿，是不是也是未遂罢了？要我看吧，你和云云各退一步。另外，我再拿出公司10%的股份给你，这样你离婚以后生活也有保障，如何？对啊，林默，没有我们程家，就没有你的成就。我们各退一步，好聚好散。你们想多了，你们程家是因为有我才有今天，没有我，你们屁都不是。你们总是在外面说我是软饭男，说我靠程家才有今天，可事实正好相反，没有我，程家早就破产了。我认识程云的时候，程家负债5个亿。是我动用所有的资源才帮程家度过经济难关，也是我苦心经营才让程家有今天的成就。而你们有把我放在眼里吗？你们总嫌我出身低微，配不上程云，现在想想真可笑。不是的，小妈，够了，别再说了，你们和我已经没什么关系了。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，程家不过是一个空壳子。程总，我们的所有合作方一夜之间全部撤掉了资金，公司破产了。什么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老程，老程，老程，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姐夫，哥，我求你了，我也知道错了，我真的不想坐牢。现在知道错了，鳄鱼的眼泪。审判长，请宣判吧。现在开始宣判，请全体起立。原告林默诉被告程云婚内出轨、重婚、合并蓄意谋杀的刑事案件，事实确认无误。本庭支持原告诉求，判程云有期徒刑5年，程黎有期徒刑3年。被告所有财产归原告所有。退庭。别！老公！老程，你醒醒啊！哎，老婆，你回来了。老公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养狗吗？我们收养它怎么样？你不是从小就害怕狗吗？怎么突然想养狗了？你摸摸看，我怀孕了。等以后我们结婚，有狗狗作伴，我们一家多热闹啊！你喜欢就好。我曾经真的爱过你，人生短短数十载，为什么偏要打着相爱的名义互相欺骗？欢迎少爷回归商业帝国。